第169章交换。对着萧炎招了招手，奥托上前2步推开房门，然而人还未走近，一股凶猛的劲气便是携带着铺天盖地的黑色粉末从房间内部喷涌而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得萧炎心头微微一惊，谨慎地退后了几步，右掌迅速地握在了背间的悬重尺之上，身体微弓。在房间内的黑色粉末即将喷出房间之时，奥托撇了撇嘴，袖袍猛地一挥，更加凶猛的劲气凭空浮现，然后将那些黑色粉末全部的掀飞了回去。黑色粉末逐渐消散，这才露出里面那又脏又乱的房间。拍了拍手，奥托偏头对着谨慎的萧炎笑道：这老家伙总喜欢搞这些整蛊人的东西。刚才那黑色粉末虽然不至于让人中毒，不过若是皮肤沾上了点，会痒得难受。手掌缓缓地松开尺柄，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这老家伙果然是有些变态。走吧，跟在我身后，别乱碰什么东西。笑了笑，奥托率先走进房间之中，其后萧炎在略微踌躇了一会后，紧紧地跟了上去。走进昏暗的房间，房门自动狠狠地关拢了去，响亮的声音让得萧炎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在这些犹如垃圾堆的房间中扫过，跟着奥托走过几道摇晃的犹如马上要倒塌一般的朽木木梯，最后在经过几波乱七八糟的攻击之后，终于是来到了建筑物的最上层。走完最后的楼梯，萧炎也是轻松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那走廊尽头的一扇木门，偏头对着奥托问道：应该就是这里了吧？奥托点了点头，低头瞟了一眼先前那在楼梯处被一盆腐蚀性液体融化出了几个小洞的衣袍，嘴角微微抽搐，咬着牙道：这老混蛋正经炼药不学，竟玩这些见不得光的玩意。听得他的抱怨，萧炎嘴角一咧，也只得在心中闷笑了几声。屁的正经炼药，老子这些东西哪里不正经了？你个老泼皮，别以为你是炼药师工会的副会长，老子就不敢撵你出去。在萧炎闷笑之时，那走廊尽头的房间之内忽然传出那苍老的怒骂声：你才是老泼皮！翻了翻白眼，奥托悻悻地挥了挥袖袍，带着萧炎走进走廊，最后来到房间之外，狠狠一脚对着那似乎是木质的房门踢去。当！脚掌踢上房门，一声清脆的钢铁声音忽然从房门上传出。萧炎见状，眼角微微一抽，偏过头来望着那老脸几乎扭曲在一起的奥托，非常识趣的赶紧退后了几步。哈哈，老家伙，上次被你踢坏了一扇门之后，老子就专门找人换了一扇金刚铁门，哈哈，好玩吧？房间之内再次传出那苍老的爆笑声，只不过这次的笑声中多出了些幸灾乐祸。老王八蛋脸庞扭曲地吸了一口凉气，奥托的脸色逐渐地转变成铁青，身体之上强猛的斗气缓缓升腾而起，最后将奥托犹如一个火人一般包裹在其中。好强的斗气，他的实力起码在斗灵级别吧。瞧到奥托身体之上翻腾的深黄斗气，萧炎急忙再次退后2步，心中惊叹道：身体被斗气笼罩，奥托再次猛地一脚对着金刚铁门狠狠踢去。砰！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在走廊中响起，那道房门竟然是直接被踢飞进了房间之中。啊，老混蛋，你竟然来真的！瞧得房门飞进，里面顿时传出一道怪叫声。哼！脸色铁青的冷哼了一声，奥托双脚有些不协调地走进房间之中，目光在其内扫了扫，最后停在房间内一位身着极为邋遢的老者身上，冷笑道：古特，你信不信哪天我把你藏宝室里的东西写成条子，然后全部公布出去？嘿嘿，别，开个玩笑嘛。闻言，邋遢的灰衣老者急忙摆了摆手，凑上前来陪笑道：哼！甩了甩袖子，奥托转头对着门外道：萧炎，进来吧。你还带了别人来，想干什么？瞧得奥托的举动，古特眼睛一瞪，满脸谨慎的道。撇了撇嘴，奥托懒得理会这神经兮兮的家伙，缓缓走进屋内。萧炎目光习惯性的在房间内部扫了扫，当其视线在房间内柜台上的一些水晶台中瞟过时，一抹惊愕的神色在其脸庞上迅速浮现了出来。火星七叶花、血晶草，
蓝颜星石。望着那些每一种都算是难得一见的奇珍，竟然全部被汇聚在此处，萧炎嘴巴不由得缓缓地张大了起来。这里的收藏也实在太丰富了吧！嘿，嘿，小子，你看什么呢？想打我宝贝的注意？瞧得萧炎的神色，那古特急忙跳了过来，满脸凶狠地怒视着萧炎。尴尬地笑了笑。萧炎收回目光，眼睛盯着面前的邋遢老者，心头很难想象，这么一位瘦弱的老者，竟然会是名震加玛帝国丹王古河的亲哥哥。抱歉，古特大师，我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奇珍。看这些封藏，恐怕在这加玛帝国，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您比较了。萧炎微笑道：“小子嘴巴倒很甜，不过说的话倒是比较属实。”听得萧炎这隐隐有些拍马屁的话语，古特苍老脸庞上的凶巴巴神情这才柔和了一点，点了点头，倒是毫不客气地将这话接了下来。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快说吧，我忙得很。转身来到一处堆满破东西的桌边坐下，古特翘着腿问道：“是这小家伙有事找你？”奥托翻了翻白眼，瞟了一眼旁边那布满灰尘的椅子，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站着说道：“哦，我又不认识他，找我干什么？难道你是有什么异宝想要转卖给我？”“嘿嘿，好啊好啊，只要能让我满意，我一定也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古特双眼微微放光，紧紧地盯着萧炎手指上的那戒，笑道：“不是，古特大师，我并不是来卖宝贝的，我来是想询问一下。”萧炎摇了摇头，目光锁定在古特的脸庞之上，轻声道：“我想问一下，您手中是不是收藏有冰灵寒泉？”闻言，古特先是一愣，然后将头颅摇得跟风车一样：“没有没有，你找错人了，我没有那东西。”瞧着古特这无赖的模样，萧炎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先前在他说出冰灵寒泉之时，他分明地瞧见古特脸庞上一闪而过的愕然，或许他是在愕然自己如何得知他有冰灵寒泉的消息吧。老家伙，别耍皮了，上次你不是给我说了吗？你从别人手中换来了一小瓶冰灵寒泉，我可记得牢牢的呢。奥托笑道：“滚，你个老混蛋，以后别来我这里了。”被揭穿了谎言，古特顿时有些恼羞成怒地骂道。奥托摊了摊手，对着萧炎道：“我已经带你见到了他，如何让他将冰灵寒泉交换给你，便只能看你自己的了。我在外面等你。”说完，奥托便是对着房门之外走去。在出门之刻，手掌在墙壁上的某处拍了拍，顿时一扇木门缓缓地从门口处升起，片刻后将房间遮掩在其内。见到走出去的奥托，萧炎无奈地点了点头，手掌一挥，将座椅上的灰尘吹去，然后坐在了古特对面。老眼瞟了一下紧闭的房门，古特斜瞥了一眼对面的萧炎，哼哼道：“小子，别想了，我不可能将冰灵寒泉交换给你的。古特大师，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完不成的交易，交易未能成功，只是因为没有拿出让对方心动的交换之物。”萧炎微笑道：“哦，既然你都知道，那还在这里做什么？别和我说你需要冰灵寒泉救命什么什么的，我这人可没那些无谓的同情心。”有些漆黑的眉头挑了挑，古特瞥着萧炎，笑容中颇有点戏谑的味道，想必他心中并不认为面前的萧炎能够拿出让他动心的物品。萧炎手掌缓缓摩挲着下巴，嘴巴紧抿着，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东西才能够打动面前的古特。嘿嘿，小子难道还真有点存货？不过事先说好，功法斗技就别拿出来了，虽然它们也很珍贵，不过我并不感兴趣，我最喜欢的是这些天才异宝。瞧得萧炎的模样，古特也是来了一分兴趣，手指指着满屋的异宝，笑眯眯的道。萧炎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桌面之上，沉默了好片刻之后，手指方才轻轻地摩擦着那戒，手指轻弹，一只小玉瓶出现在了掌心中。望着萧炎手中的翡翠玉瓶，古特挑了挑眉，眼中隐隐地露出一抹好奇，有些不舍地抚摸着小玉瓶。萧炎缓缓揭开瓶口，然后轻放在桌面之上，顿时一股紫气从中袅袅升起，而这片小空间的温度也似乎在此刻骤然上升了许多。
感受到周围逐渐变得炽热的空气，再地盯着那缕缕犹如紫色火焰的气体，古特眼瞳微微一缩。